注意看，这是价值50万美金的海蛎屁。特里正准备刮些肥油下来吃，这皮倒是还能弄成衣物保暖。不得不说，海蛎囤积的脂肪确实多，连续吃了好几天还剩不少。与刚来时比，特意已经瘦了30多斤。光吃海蛎肉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身体，得想办法让食谱丰富点。这要是让其他还在挨饿的选手听到，怕是的哭晕在营地里。特里利用捡来的铁线，在皮毛上弄了个洞钻过去，只要像这样挂起来，通过空气循环，让它变得干燥起来。最后把盖子盖好，上面再放一层云杉树枝阻挡水分，只需要等上几天，就有围巾可以戴。忙碌了这么久，是时候吃点东西补充能量。他现在有点担心会因为体重下降太多而被节目组给强制退赛，现在也只有一个字能形容他的心情。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34天，还有7名选手留驻场上。随着气温越来越低，杰森要把庇护所进行加固保暖，渴了还能喝点屋顶囤积上的雨水，虽然量不是很多，但是也总比生活煮水快得多。现在他要将缝隙填补好，不能让寒风吹进庇护所里。除了用树皮苔藓覆盖外，还在外面弄了堵墙，双重保护下，今晚应该不会冷醒了。这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勉强算是把庇护所填补好。夜里奖励自己来只松鼠吃，虽然捡到的时候邋里邋遢的，但是放到锅里煮，香的不行。附近时不时传来狐狸的叫声，杰森有点好奇狐狸的肉质如何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尝尝。特里这边也在享受晚餐，海蛎肉炸空气，吃起来就像鸡米花一样。他还试着将肉和脂肪混合在一起，看起来就食欲大增。特里尽量往嘴里多塞点肉，但是那位却在拒绝。自从得到海蛎后，体重下降的更加严重。特里这才意识到海蛎是版本陷阱，还是得去多钓点鱼才行。有肉都这么惨了，不知道在挨饿的选手怎么样呢？这是人类早期狩猎松鸡的珍贵录像，只因松鸡在亚当头上叽叽叫，烦得他无心砍柴，直接拿起弓箭瞄准射了过去。下一秒，亚当手里就多了个大宝贝，刚想回去烤来吃时，又飞来了一只松鸡。亚当的让他们团聚在一起，又拿起弓箭射了过去，轻轻松松又收获到一只。所以说运气这东西不好说，待在营地都有肉送上门，立刻拿着松鸡到岸边处理干净，还幻想着有海蛎送上门就好了。不得不说，这边的寒风实在是冷得不行。亚当加快手速进行处理，幸好用热水烫过，拔毛方便很多，一会的功夫就搞定了。他迫不及待想要回去烤来吃，草丛那边突然传来动静，可把他吓一跳，凑近一看，原来是块大浮板。这可是个好东西，比松鸡还宝贵。大家肯定觉得亚当会把它弄成船或码头，然后在那上面钓鱼。亚当觉得这浮不起来，没必要浪费时间弄成那些，里面的钉子和板子能做成很多事。回到营地后，先给自己弄个凳子坐着休息，然后还把木板弄成一扇门，要求不是很高，能抵挡住熊就行。成品如下，刚好能够放进去。亚当对此相当满意。镜头来到汤姆这边，随着入冬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天变得更黑，他需要制造盏灯照明做事，上面放过蘑菇进行反射，现在就跟白天一样亮。汤姆对此那是相当高兴，但是食物少一直是个问题，他还得赶在入冬前把庇护所加固，这一弄就得好几个小时。如果可以选，他宁愿去狩猎，只能祈祷庇护所早点完成了。汤姆在这里吃了15只松鼠、19条鱼、5只松鸡，还有兔子和灰鸭。别看吃了不少，这些还没消耗的体力多。汤姆听到附近有松鼠叫声，立刻拿起弓箭射了过去，轻松收获到一只松鼠。刚想弄点浆果回去吃，松鸡从灌木丛飞了出来，汤姆上去就是一箭。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，将肉放到火里烤来吃，要是天天能这样，感觉住到节目破产都不是问题。为了让浆果保存得更久一点，凯莉只能将它们熬成果酱，用文火慢炖，要不断进行搅拌，这比超市买到的味道更浓。凯莉很好奇搭配上烤肉会怎样，今天刚好还是她妈妈的生日，希望这生日蛋糕能够带来好运，是时候去看看陷阱如何了。刚走进去就看到有只松鼠在那，这肯定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，实在太棒了。立刻回到营地烹饪，烤肉混合上果酱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。凯莉感觉再来几只都没问题。提莫这边正在狩猎松鼠，一件不行那就再来一件，下一秒手中就多了只松鼠，块头比之前的还要大，立刻到岸边进行处理。提莫过来参加比赛，就是想证明自己，并且获得奖金，将债还清。他非常感谢母亲的鼓励，真希望能够一起尝尝这里的美味。特里已经待了39天，每天都很看到不同的鸟，可把他给馋哭了。
要不是担心误伤到保护动物，早就拿起弓箭射过去了。他想到岸边碰碰运气，要是能钓条大鱼上来，还能继续在这里多待几天。虽然能看到水里的鱼，但是他们对鱼钩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这让特里情绪非常低落，一直感觉到有点反胃和恶心。他也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，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在第42天时收到节目组的消息，今天要进行体检，这让特里非常担心。现在的体重比刚来时下降太多了，瘦得像块老腊肉一样。他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再这样下去怕是一点肉都没有。工作人员如期来到特里这检查，特里的身体比想象中还要糟糕，已经出现肾衰竭的迹象，发烧加上寄生虫导致腹痛，再待下去以后怕是回不去了。虽然特里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是听到退赛的通知，情绪还是没忍住。看来即使狩猎到海力士，还是没能熬到最后。汤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为了完善庇护所，把自己给摔伤了，疼得他哇哇叫。现在还有6人留在这里，看来很快冠军就要出现了。不知道大家更看好谁呢？